可真行啊？什么？挺好的。哎呀，谢谢啊，你腰挺细呀。别乱摸，注意安全。走了。谢之遥和红豆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一大早他就骑着电动车来接红豆，二人一起去吃米线，享受着属于两人的美好时光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们坐在稻田旁，观赏着云苗村的风光。谢之遥告诉红豆，如果他当时决定回北京的话，自己就经常飞去看他，却没想到红豆会来接手民宿。红豆说，再次回到云苗村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。你是原因之一，但你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所以我会承担后果，你不用为此负责。你不用把我撇得这么干净，我怎么可能不负责呢？你人在这儿，我作为你的男朋友，作为本村的村草，我当然得负责。我们只需要对彼此的这里负责。你只需要对这里负责，你的全部我都负责。阿奶发现，自从红豆这次回来，似乎很少来家里吃饭。谢之遥支支吾吾，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。也正因如此，阿奶惊喜发现两人在交往，瞬间喜笑颜开。哎呀，你也有人要！快去把他叫来吃饭。阿奶，我要是叫了，你可别乱问啊！啊，我不问，我就叫他吃饭。当晚，阿奶准备了满满一桌子饭菜招待红豆。对于这个孙媳妇是越看越喜欢，拉着她聊个不停。他阿爷就长得挺好的，比他还好，眼睛大。阿奶，没人想听你和阿爷年轻时候那些事儿。我想听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老了就变丑了。阿瑶要是老了，估计更丑。可以不帮忙，但请不要帮倒忙。小馆的店员忘记关水龙头，正当娜娜挽起裤管准备清理地面时，小夏主动过来帮忙。娜娜很是欣慰，以前总觉得小夏有些幼稚，现在看来她已经成熟了不少。民宿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着，怕打扰到周围的邻居们，阿奶和红豆挨家挨户带着礼物拜访。韶华书屋的总设计师看中了杨阿公家的老宅，谢之遥和星星找他说明了情况。杨阿公本就不满两人在村子里折腾，就直接拒绝了。两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，却在门口遇到了阿奶和红豆。德清在吗？现在只有杨阿公在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去。红豆，拿点东西跟我进去。阿奶听闻此事，直接带着红豆去找杨阿公，没想到几分钟就谈成了。红豆手里还提了块杨阿公给的排骨做回礼。虽然杨阿公同意把老宅租出去，可他的儿子却坐地起价。无论谢之遥和星星怎么劝说，他都是软硬不吃。星星说实在不行，就找村里商量，看能不能批一块地。这话刚好被路过的阿贵婶听到，谢之遥便将计就计，还特意交代阿贵婶不要说出去。你说德清阿伯要知道不租他们家的房子，他这个心里得多难受啊！我知道。阿贵婶是个藏不住事的，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。德清阿伯知道后来找谢之遥，发现他忙得不可开交，完全没时间理会他。原本他想趁机赚一把，现在眼看着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了，心里着急却又无计可施，便去找阿奶确认。我听村里他们都这么说呀。那就应该是有吧，无风不起浪。反正你也不租，谁说我不愿意租啊？你要是愿意租的话，那还能打报告批地啊。哎呦，说漏嘴了，你可不许出去说啊！一剩下我们两个人就来劲，是不是？说话不许撕。两人的腻歪劲儿让小春实在没眼看，他本想趁着小葫芦睡着赶来看看他们忙完了没有，却不小心看到两人撒狗粮。面对小春的疑惑，红豆大方承认两人确定恋爱关系了。大哥，你太荒唐了，这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出去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你缠红豆缠很长时间？别乱说，我乱说，不是你自己跑出去到处说，过来开民宿的老板是你对象啊？见小春说个没完，谢之遥给红豆递了个眼色，红豆立马会意，问起他和阿辉的事。小春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他。这边德清阿伯一改前段时间的强硬态度，主动找星星商量，表示自己为了全村人的利益，完全可以降低房租价格。为了打消星星的疑虑，他还承诺会做好父亲的思想工作。德清阿伯的态度转变令星星喜悦不已。等他离开后，立马给谢之遥打电话汇报这个好消息。最近云苗村的游客越来越多，木雕房、扎染房都排满了游客，就连镇上的民宿都是供不应求。谢之遥担心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游客需求，召集大家开会商讨。娜娜情绪有些低落，想要请假，却被小春拉着留下帮忙。同志们，振奋一下，来，一起加油！一二三，小琴也来到扎染房帮忙，小夏依旧害羞内敛，面对游客的搭讪，全程红着脸回应。经过一整天的忙碌，大家疲惫地聚在小馆里。谢之遥因为总说话的缘故，嗓子彻底沙哑。红豆心疼地给他倒了杯水，自己接着去收拾了。小春，我跟着你也不是很累啊，你去帮着红豆收拾收拾。你看着我不累啊？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不是很累？快去快去，王谢也有人疼了。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星星就带着村里人大扫除。小琴来拿上周在扎染房帮忙的工资，看着手里的现金，小琴觉得自己开杂货店还不如打工来的划算，于是就问红豆的民宿什么时候招人。红豆让他别想一出是一出，毕竟当初让关掉杂货铺，
她可是说什么都不愿意。我就是不想去学刺绣。你这脾气也做不了服务员呢。我这脾气怎么做不了了？我话很多，什么人我都可以聊的。要不然你考虑好，那就给个准信儿。小晴一听，立马就答应下来，还想带着杨志南一起。可红豆说他们两个只会留一个，不然吵起架来，班都不能好好上。小晴一听，又开始说起杨志南的不。这么过分啊？那不赶紧分了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跟红豆姐怎么不分？我们俩又不吵架。阿瑶说小时候去水库游泳，衣服被人偷了，光着屁股回家。那是杨冠军，那喜欢喝开塞露，上课啃桌角，是不是你？那是谢强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想，想想我们谢总干过什么糗事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我一会儿要去扎人房，你自己去工地可以吗？可以，我给带那去。记得吃早饭。谢阿爸得知儿子和红豆谈恋爱，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子和阿远回到云苗村。红豆第一次见家长，难免感到紧张。谢之遥让他不要担心。我阿爸你见过，阿远你也熟，阿姨呢人也挺好的，就是一个普通家庭主妇吧。红豆还是很紧张，急忙给家里打了个视频电话，向他们讨教经验。第一次去你姐夫家，我下了班直接过去的，拎了点水果。吃饭的时候啊，要夸人家菜做的好吃。那你吃完饭别抢着刷碗了，太土了。知道了，还有吗？没有啦，哪那么复杂？去吧，皮卡丘。谢之遥见状忍不住打趣他。之前谢阿爸和阿远都对红豆印象很好，阿姨更是喜欢这个漂亮知性的女孩。饭桌上，全家人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你跟阿瑶事业感情都顺顺利利的，越来越好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啊！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他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是对我不好，我就跟我阿姨打电话。嘿，红豆要是对你不好，你就检讨自己，你还敢告状？我现在对全家来说就是一盆泼出去的水了，是吧？看着办吧啊！那是可泼了我一身。等吃完饭后，阿姨还亲自给红豆送上厚厚的见面红包，红豆推脱不掉，只好开心的收下。谢阿爸得知儿子的书屋选址遇到阻力，亲自去找杨阿公聊天，奈何他是个老顽固，从始至终都不支持谢之遥在村里发展旅游。谢阿爸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，在他看来，云苗村能够发展经济，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，对于大家都是好事一桩。外面啊变化太快了，咱们为了下一辈、下下一辈，咱们也得变一变，是吧？他的这番话也让杨阿公有些许改观，不再像之前那么态度坚决。第二天一早，谢之遥便捧着鲜花来找红豆，还送上了甜蜜的早安吻。这边眼看着谢强就要出来，凤仪心里忐忑不安，主动找谢之遥商量，让他去外边工作。他不想让村里的闲言碎语伤到儿子。谢之遥自然明白他的苦心，但谢强已经是成年人，何况也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了代价。半酒。对，半球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，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，你别让他们看了笑话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保护他。您说您护着他，护到猴年马月。很快就到了谢强出来这天，他有些迷茫地站在那里。幸好谢之遥和杨冠军及时赶来，让他尘封已久的内心感受到些许温暖。与此同时，凤仪和丈夫张罗着酒席招待亲朋好友，还邀请红豆带着大麦来参加，并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他们。大麦有些不好意思，正说话间，谢之遥和杨冠军带着谢强出现了。阿奶和他父亲都很激动，久别团聚的画面也令人感动。研习席很快就开始了，叔伯们倚老卖老地教育谢强，一番话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场面一时非常尴尬。谢之遥见状忙上前解围。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，这杯我替他喝来。你气！我跟阿强是发小，从小也没少吃凤仪做的饭，你说我够不够格啊？够。来，干了啊！这人啊，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犯了错走了弯路，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？对不对？这事儿咱们就让他过去，而以后也别提了。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，但是呢，这在外人看来啊，还以为是自家人嚼舌根，这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呀，对不对？下来，以后咱就不提这事。好，不提了。不提了是吧？不提了啊！好嘞，那今天高兴，大家一起喝一个。阿瑶为了帮谢强说话，陪着他们喝了不少。回去时直接被红豆和夏夏搀扶着。凤仪很感谢他的仗义直言，特地准备了一些东西让红豆带回去。送完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凤仪拉着谢强嚎啕大哭，坐在门口看着母子俩相拥而泣的阿昌叔，心里同样不是滋味。阿阳说好久都没动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哎呀，真死了！你看阿瑶叔都招苍蝇了。别哭了，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。你看，杨冠军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？怀兰娘娘送了红豆一套珍贵的嫁衣，那是她阿奶一针一针亲手绣的。红豆为此很是高兴。我也舍不得穿，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。谢之遥一见娘娘要把这些都送给红豆，立马打趣她收下嫁衣就要成为自己的新娘。兄道，这你要是收了，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！我不管啊，给我就是我的了。谢老师说的是吧？是。
很快，娜娜重新开播，大家聚在小院里给她加油打气。她终于勇敢地走了出来，不再惧怕外界的流言蜚语。阿贵婶从儿子那里回来后，神清气爽，逢人就显摆城市里有多热闹，还带着东西来找凤仪。凤仪自从儿子回来后，也是整天满面春风的。谢之遥坐在杨冠军的烧烤摊上，最近工作的琐事让他有些劳心劳神。国宝被杨冠军忽悠，以为谢之遥死了，吓得他咧嘴大哭。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谢之遥听到后，赶紧起来哄国宝，还让他喊自己阿爸。喜欢二妖叔吗？那叫二妖叔一声阿爸。阿爸，再叫一声阿爸，阿爸。哎，亲阿爸一个。正当国宝喊得起劲时，没想到杨冠军媳妇突然出现，直接朝他挥了一巴掌，而这一巴掌直接让谢之遥的额头起了个大包。红豆注意到他情绪不高，便问他发生了什么。谢之遥却说只是一些小事，很快就能解决。杨冠军在旁边直接拆台：你当初刚盘下扎染坊，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，骂你阿爸给你添乱。行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得了，给我点面子啊！真的假的？第二天早上，谢之遥送红豆到民宿工地，发现大门被人涂鸦，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。谢之遥佯装不在意的敷衍过去，然后打电话给小春，让他去镇上问下最近村里谁买过白色油漆。红豆也是非常聪明，通过阿贵婶了解了大概，原来大家看到村里发展势头正猛，全都想要开民宿建饭店，偏巧村里又让谢之遥给他们当参谋，有些被驳回的村民心生怨怼，认为他是在阻拦别人的财路。对于这些谣言，红豆觉得有些不可理喻。阿贵婶自是知道谢之遥的为人，可就算他为村里付出颇多，照样引来闲言碎语。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，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，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。要是换了个人啊，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。阿瑶们只是笑笑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。红豆来家里找谢之遥，没想到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。许红豆不是，你穿着短裤，我在看见啥？跑得还挺快。这么晚了，你过来干嘛呀？我来看你啊。红豆说自己已经知道谣言的事，并表示自己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脆弱，更希望他有事情都要跟自己讲。两人既然已经成为恋人，就应该并肩作战，一起分享压力。没什么瞒着我了哈。没有。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，我就原谅你。嘿，来来来，你肯定舍不得。许红豆女士，我怀着深深的歉意，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。对不起，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，已经充分意识到，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、自高自大，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。红豆在小院遇到谢之遥，对他完全不理睬，直接回了房间。胡有余在院子里借酒消愁，忍不住向谢之遥倾诉自己爱上小白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向父母提及此事。谢之遥得知两人还没确立恋爱关系，懒得跟他多说。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？没有啊，你有病啊！都没在一块儿，你浪费我们时间。你这道歉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这都嫂子不理我了，你想嫂你嫂去吧。谢之遥自然不愿坐以待毙，亲自写好道歉信去找红豆，态度诚恳且卑微，这才出现了刚开始的一幕。所以，请允许我真诚的、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，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，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、互助的情感氛围。PS，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，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。红豆看着他满怀诚意的手写信，心里的气顿时消了大半，并表示自己会尽快处理。看着红豆脸色渐缓，谢之遥才屁颠屁颠的离开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忘给红豆出气，带着胡有余来到欺负红豆的村民家门口，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很快，这个消息就传遍整个云苗村，阿婶们都为这件事叫好。知道又怎么样呢？他也不敢去找人家，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，不写在人家门上？这样一来，大家都知道是他带头做的怪。而那个村民再如何生气，都不敢站出来说话，毕竟是他闹事在先。谢之遥接到红豆突然要回北京的消息，本来他想跟着一起去，可红豆觉得工地也需要人盯着。正当谢之遥送他去机场时，接到了怀兰娘娘突发心脏病住院的消息。我现在找个司机送你去机场。怎么了？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，现在在医院。我不去机场，我跟你去医院。红豆陪着谢之遥前往医院，看着平日里娴静慈爱的他躺在病床上，谢之遥心里很是难过。也多亏红豆在身边，让他在无助时有些依靠。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？你挡在我前面，等你要倒下的时候，永远有我支撑。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？信任我一点。知道了。这边胡有余鼓起勇气向小白表白，但他却不在小白的择偶范围内。小白说自己后天就要离开了。胡有余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震惊。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。就不见面了？你要是到了北京，你联系我，
我请你吃饭。怀兰娘娘醒来后依旧很虚弱，以为自己时日无多，留下几句话，紧接着又陷入昏迷。我走后，别难过，我这辈子活得很圆满，没有遗憾。所幸有惊无险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，怀兰娘娘终于康复出院。谢之遥每天变着花样的给她做好吃的。红豆想起她昏迷前说的话，就问她是否真的没有遗憾。怀兰娘娘听后微微一笑，说自己曾经接到法国恋人的信，得知对方就要结婚，却没有勇气祝他幸福。如此看来也算是一种遗憾。怀兰娘娘，我发现你啊，多少有点恋爱脑。什么叫恋爱脑啊？就是一遇到爱情吧，就跟喝了假酒一样，特别上头。那你不上头啊？我上头啊，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。别紧张，平常心。我知道，我不紧张。对呀，我忘了跟我阿爸说，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。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还可以啊。丑女婿要见丈母娘和老丈人了，谢之遥心里紧张的不行。这时红豆爸妈从出站口走了出来，两人连忙迎了上去。叔叔阿姨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，真好真好。那个你阿姨就这样，就喜欢帅哥。红豆爸妈对谢之遥很是喜欢，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回到家里。谢之遥爸妈和阿奶在家里等候多时，本以为初次见面会有些不好意思，谁知他们一见面就聊得热火朝天，完全把两个年轻人冷落在旁边。看我这个社交能力哈，你们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？太监遇到皇上，渣。太监遇到皇上啊，那叫遮。渣。渣。1个月前，谢之遥陪着红豆回了北京，再次见到这么繁华的街道，他心里感叹不已。就连刚离开不久的红豆也觉得恍若隔世。他们入住了红豆之前工作的酒店，同事们知道他的现状，都为他感到高兴。谢之遥陪红豆去收拾行李，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又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这家酒店的前台经理许红豆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吗？红豆故意穿上工作时的衣服，瞬间惊艳到谢之遥，两人情到浓时顺理成章相拥而吻。第二天回到酒店，红豆看着墙上的挂钟，忽然有些感慨，曾经自己就像是钟表里的齿轮，总是精神紧绷地向前转动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然而在谢之遥眼里，那只是时间本身，也许是因为他是客人。这时有人过来打招呼，当得知红豆有了男朋友，就赶紧找借口离开。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？联系我。真的假的？我不可能同时联系。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！谢之遥带着红豆回到云苗村，阿贵婶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招待。胡有余要去找小白了，临走前请大家去酒吧听他唱歌。这时旁边有人要加娜娜的微信，他直接拉过小夏说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。宝评审好奇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？不是，一个借口。我觉得这夏夏啊，现在是越长越帅了。他们两个在一起啊，很像那么回事。娜娜是大了不少，女大三抱青砖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弟都不好意思了。宝评审，以后夏夏结婚，我一定出一份彩礼。谢之遥和红豆没去胡有余的告别派对，因为马场的马要生小马驹了。经过一整夜的等待，小马驹终于出生。谢之遥陪着红豆看日出，两人肩并肩看向远方，内心感到无比宁静。转眼时间来到1年后，云苗村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红豆的民宿终于试营业，大麦特意赶了回来，成为民宿入住的第1位客人。紧接着就是马爷和胡有余，经过1年的打拼，两人也是事业爱情大丰收。晚上，红豆和谢之遥设宴款待大家，众人分享着各种的经历和心得，举杯感激这个曾经包容他们无处安放心灵的小院。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。好，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，海清河晏，国泰民安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现在有金灯，明天有今日。